次听到刘宇宁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她浑厚独特的嗓音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。但在走红之前，她的起点并不算高。早年间，她和朋友们组建摩登兄弟乐队，在街头和酒吧驻唱。那时的刘宇宁，舞台简单，观众寥寥，更多时候甚至要忍受冷眼与不解。然而，这段默默无闻的经历，反而磨练了她的基本功和心理素质。她懂得如何与观众互动，懂得如何用歌声打动每一个停下脚步的人。这种积累，让她在未来爆红时，能够轻松驾驭万人大合唱的场面。刘宇宁的起点或许卑微，但正因如此，她的成长故事才更加励志，触动无数普通人的心。在娱乐圈，8年足以淘汰无数新人，但刘宇宁却用8年时间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顶流歌手的飞跃。这8年里，她经历过怀疑、低谷和不理解。有人嘲讽她只是网红歌手，有人不看好她能真正走进主流舞台。但刘宇宁选择了坚持，每天练歌，反复打磨技巧，不断挑战不同曲风。她用行动回应质疑。她也曾在深夜一个人对着空旷的舞台练习到声音沙哑，却仍旧不愿放弃。8年的坚持是孤独的，是痛苦的，但也是最真实的成长之路。正是这种韧性，让刘宇宁有资格站上今天的高光舞台。2025年，刘宇宁的一场演唱会彻底震惊了娱乐圈。据统计，仅一场演唱会的票房就突破了数亿元人民币，座无虚席，万人齐声合唱的盛况被粉丝疯狂刷屏。要知道，能够达到这种票房的歌手，往往已经是顶流中的顶流。而刘宇宁从街头驻唱到票房神话，无疑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。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，更是他8年来努力的见证，是粉丝与偶像共同书写的荣耀。刘宇宁的演唱会为什么能如此火爆？原因不仅是他稳健的唱功，更在于舞台上的情感共鸣。他的声音厚重而真诚，每一个音符都像带着故事，让人沉浸其中。当他唱起那些关于青春、梦想、爱情的歌曲时，观众仿佛在舞台与自己的人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。有人在泪水中找到共鸣，有人在欢笑中释放压力。这种直击心灵的力量，才是真正让票房爆满的秘密。刘宇宁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。早期，他的直播间观众不过几十人，但这些最初的陪伴者从未离开。正是这种陪伴，让刘宇宁在最低谷的时候依然感受到温暖。如今，他的粉丝群体已从小众走向大众。演唱会上，粉丝们整齐的应援灯牌，海量的合唱视频，形成了最壮观的星海。而这种凝聚力，也让刘宇宁的名字频频登上热搜，成为娱乐圈中最具号召力的歌手之一。最初，刘宇宁被很多人贴上网红的标签，甚至因此遭到轻视。但他没有急于反驳，而是用作品和舞台证明自己。电视剧《Ost》、影视主题曲、原创音乐作品，再到巡回演唱会的成功，他一步步跨越界限。今天，谁还敢说他只是网红？他用实力让标签失效，用成绩打破偏见，真正实现了从网络到主流的华丽逆袭。刘宇宁的音乐作品涵盖了多种风格，从摇滚到抒情，从流行到古风，他都能驾驭。特别是在影视《Ost》的演绎上，他的声音往往成为作品的灵魂，让观众在剧情之外也念念不忘。这些年，他不仅追求广度，更追求深度。他在歌曲中融入情感故事，尝试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，不断突破自我边界。这种音乐上的探索精神，也是他不断走向更高舞台的核心动力。除了音乐，刘宇宁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率真，不做作，敢于自嘲，敢于表达真实想法。观众喜欢他的真性情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收获了更多跨圈层的粉丝。在综艺节目里，他不仅展示了幽默的一面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他坚持与努力的背后。这种真实感让他与观众的距离更近，也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。
如果没有短视频与直播平台，刘宇宁或许很难在早期获得如此大的曝光。可以说，时代给予了他机会，但真正让机会变成奇迹的是他自身的努力。他把直播当成真正的舞台，而不是随便唱唱。他认真对待每一次表演，让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尊重。这种态度才让他从数以万计的网络歌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最亮眼的那一个。如今，刘宇宁的演唱会创造了票房神话，但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未来，他完全有机会走上更大的国际舞台，成为华语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音乐没有边界，而刘宇宁的声音注定可以跨越语言与国界，触动更多听众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看到他的演唱会走进世界巡演的行列，真正让中国声音响彻全球。刘宇宁这场单场票房的爆发，表面看是演唱会的成功，深层则是他商业价值的全面释放。演唱会票房只是直接收入的一部分，更大的价值体现在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上，品牌代言、演唱会周边、数字专辑版权、音乐平台分成、线下活动与企业联名，乃至影视配乐和综艺出场费，这些都是构成他商业帝国的不同模块。粉丝经济的强大在于资产化，粉丝为偶像形成的注意力会转化成可衡量的购买力与传播力，品牌方愿意为这种高粘性的流量买单。但如何把流量转成长期稳定的营收，需要更精妙的运营。一是差异化的品牌合作策略，不是把名字简单放在广告上，而是做深度联名，比如按刘宇宁音乐气质打造限定商品、主题咖啡店或沉浸式体验。二是版权整合与全球发行，演唱会的视频版权、精选现场集、幕后纪录片等都能成为持续收益。三是多元化投资，把舞台影响力转换为音乐学院、制作公司或文化基金的股权，使影响力变成长期资产。需要注意的是商业化的节奏感。过度商业化会侵蚀艺术性的认同感，引发粉丝逆反，节奏掌控不当也会造成市场疲劳。因此，团队需要在热度最大化和形象维护之间找到平衡，既要把握好短期变现机会，也要布局长期品牌价值，让票房神话成为稳固商业版图的起点，而非昙花一现。刘宇宁的崛起不仅是个人传奇，也折射出当代青年文化的多层面变化。他代表的是一类自我塑造型偶像，不是靠关系背景一夜成名，而是通过网络平台持续产出与观众互动，逐步积累影响力。这种路径对年轻人有强烈的示范效应，努力、耐心，把舞台放在每一次直播和表演上，就可能把微小的观众变成万人合唱。在情感共鸣层面，刘宇宁的歌声与台风往往触及生活中的真实痛点，失落、奋斗、爱情和梦想，这使他成为情绪出口。粉丝群体在他身上找到共同语言，形成强大的社群认同。这样的文化效应带来正能量，激励更多年轻人追求热爱，重视技能修炼，尊重情感表达。但也伴随问题，偶像崇拜可能放大社群极端行为，过度应援和消费主义会加重粉丝的经济与心理负担。同时，平台传播的速度使得私人生活被放大检视，艺人和粉丝都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因此，这股文化潮流既包含激励与希望，也需要教育与规范。媒体、平台与艺人团队应共同引导健康的追星文化，倡导理性支持，抵制人身攻击与不当舆论，才能让这种影响成为可持续、积极的社会力量。任何顶流都面临热度消退和舆论风险的双重挑战。对刘宇宁而言，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体系，需要在艺术、商业与公共关系三方面同步发力。首先，在艺术层面要持续创新与自我进化，定期推出高质量原创，尝试跨界合作与不同风格的音乐人、导演、舞美团队合作，保持作品张力。其次，商业化要讲策略，精选品牌合作，开发有故事性的周边，分期释放精品内容，避免频繁高强度变现导致审美疲劳。
第三，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必不可少。建立